昨日你就差点死在朕的刀下，今日还敢来赴宴，真不怕死啊！姑娘国色天香，我间犹怜，可否一问方明？本侯爷与你似曾相识，定是那晚，你就是我梦中的那位女子。他在玉京第一次见我时，便在试探我是否认出了孟君然的身份。他最在意的人是谁？凤随哥。虚情假意。还有就是慕容老侯爷。慕容老侯爷，慕容耀是个孝子，他对老侯爷言听计从，最怕惹他不开心。王爷回来了，我让他们把那些破旧账幔都给浆洗干净了，破旧家具一时没有办法更换，就让他们都擦洗干净，收拾好了，王爷住着心情也能好一些。真没想到，王妃适应得如此之快。你以为我娇生惯养，看见荣养殿如此陈旧简陋，就会心生抱怨？王爷也是这么想的。只要在王爷身边，什么苦我都不怕。那公主可有什么心愿？本王可以帮你实现，只要是本王能做到的。萧参军，容我跟王爷单独聊两句。所有人，跟我出来。是。王爷说要帮我实现心愿是什么意思？公主冰雪聪明，想必是明白的。我助你离开玉京，你不肯欠我的情，所以要帮我实现一个心愿。若是一个不够，可以3个。只有一个。我的心愿就是跟王爷间谍情深，举案齐眉。抱歉，这个我做不到。孤独的飞翔，也不需要方向，飞到云之上。既如此，那你就先欠着我的情吧，待我想到了再告诉你。也不惧怕风霜。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我会记得回家的路。不要哭，不要哭。这不朕的皇兄，镇南王吗？拜见陛下。昨日你就差点死在朕的刀下，今日还敢来赴宴，你是真不怕死啊！陛下不要欺人太甚，就算镇南王惹陛下不悦，可现在毕竟是应邀赴宴，陛下如此折辱镇南王，实在有些太过分了吧？皇兄，你这王妃如此回护你，你感动不感动？啊？
身吧。谢陛下。你是谁？朗朗乾坤竟敢在天子脚下绑架老夫！不愧是征战沙场多年的老侯爷，即使身处险境，也临危不乱，毫无惧色。哼，这么说来，你是认识我的。看来你是我的仇家，我倒是不认识你。老夫早年征战，戍边10余年，得罪的仇敌不计其数。你到底是哪一边的？和我有什么仇恨？不妨说来，让我听听。你在苦寒之地戍守多年，腿脚留下了顽疾。可是即便这样，陛下还是不让你回来颐养天年。这便是你们慕容家憎恨陛下的原因吗？哼，就这些啊？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老夫对陛下一片忠心，日月可见。我可从来没有恨过陛下。那你儿子慕容耀为何要造反？看来你是不相信。哎呀，阿耀会叛国？这小子虽然自幼顽劣，可是我倒是觉得他没什么野心。我倒盼着他不会这样，也不至于现在每天花天酒地，不务正业。你以为我没有在军中、官场替他安排搭桥吗？可他不肯啊，他连官都不肯做，说什么叛国？这是我今年听到最大的笑话。慕容耀勾结锦绣，谋害大皇子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你是随哥身边的锦绣女将。一个锦绣的人，竟然污蔑阿耀勾结锦绣。一个花天酒地、不务正业的世家公子，他身边养了4个美人杀手，他到底要杀谁？你自己的儿子，你真的了解吗？他平时蓄养谁，又和谁打交道，你清楚吗？你常年驻守边关，他在玉京又干了些什么？你真的知道吗？你自诩是天下第一忠臣，你确定你儿子就跟你一样？若是他真像你所说的那样，是一个闲云野鹤的人，那他为何要接下御林军的差事？那是陛下安排的。您自己也说，从小到大，他从不听安排。我儿子他……我是替您不值。想当年您跟陛下一起打仗，落下一身伤病，陛下明明知道，为何还要将您派往那个西北苦寒之地啊？慕容耀和凤随哥是最好的兄弟，可是他却威胁我，亲口跟我说，若我将他的秘密告诉凤随哥，他就有办法让躺在宫里的凤平城去死。凤平城死不死我不在乎，但若是伤害到凤随哥，我绝不答应。不可能，阿耀不可能说这种话的。他和随哥那是自小一块长大的兄弟，他不可能叛国的。不管慕容耀有什么办法威胁到凤平城，我只要能控制你，我就有把握，他不敢轻举妄动。老侯爷，得罪了。阿耀。本世子现在要做的，就是把害我爹的凶手抓住，扒皮抽筋，剁成肉泥，拿去喂狗。我跟我爹不一样，欠了我慕容家的债，我都要讨回来。哪怕是最好的兄弟，我也会算清楚账。你是在荒野里寻觅着你，哪怕满目疮痍，
你这么小心翼翼地找我过来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吴影我已经抓到了，你之前受过的痛苦，我会让他1000倍、100倍的奉还回来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你不高兴吗？高兴。是吗？在你这张脸上，我可看不出半点高兴的样子。嗯？你记不记得那日我帮你救云清，你曾答应过我5个条件，如今还剩4个。今日我不要再用1个，无论你听到什么样的消息，你都必须答应我，要保持冷静。好。我查出孟俊然的身份了，他是慕容影。你在说什么？他怎么可能？我知道你一定很难受，如果你觉得胸闷憋着难受，你就多深呼吸几口，呼出来就好了，没关系的，一切都会好的，都会好起来的。当面找他问清楚。你答应过我的，一定要冷静。放心。我一直在等，果然，傅一笑什么都告诉你。看来傅一笑在你心里着实比我重。咱俩这么多年的兄弟，他说什么你都信。我来就是想听你亲口说，孟俊然是不是你？是。是不是庄生逼你的？他抓住你什么把柄了？你如果没有苦衷，没有把柄，你不可能这么做。阿瑶。你我兄弟这么多年，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？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？你告诉我。我是自愿的，没人胁迫我。为什么？我见不得你好，我嫉妒你。你还不肯跟我说实话？你看，说了你又不信。好，那你跟我说说，我凤随哥到底哪里对不住你了？为什么非要是你对不住我，我才能站在你的对立面？我不配当你的对手吗？我要对付你，不用非得有苦衷，也可以是我自己的意愿。自己的意愿？从小到大，我拿你当我最好的兄弟，可你现在告诉我，你要对付我是你自己的意愿，那你勾结夏景时，串通钟慎，是想要我的？我原本可以不杀你的，我可以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完我想做的事，可是你非要挡我的路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得选。你想干什么？说话！慕容耀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10岁那年，你我随父辈巡视边关，那是咱俩贪玩擅自脱离了队伍，结果遭遇刺客一事，你可还记得？生死关头，
我爹第一个要救的人是你，而不是我。爹，我可是他的亲生儿子。走！我那时候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你的命比我的命金贵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你大皇子若是有个什么闪失，我慕容家会被满门抄斩。所以我爹那个时候拼了命的让你走。阿阳，我父子二人把生的机会留给了你，到头来还要被发往北地遭罪。凭什么你的命是命，我们的命就不是命？凭什么我们慕容家就是要做好为凤家牺牲的准备？为什么你回去后不派人来接我们，不派人来救我们？为什么不向陛下求情？我们不是兄弟吗？我需要时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我醒来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你们父子情况如何。可当时他们告诉我说你们已经脱险了，再见到你时已经是2年后，所以那时候我以为你们……你以为你们信奉的永远都只知道你以为？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？哎呀，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？早和你说，你能还我一块脚掌吗？你能让我爹不要一大晚上腿就那么疼吗？早和你说，除了能博取你的同情，我能换来什么？风随哥，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最讨厌的、最厌恶的，就是你的同情。趁我爹在傅一笑手里，我不能拿你怎么样。你可以杀了我。怎么，不忍心？怎么样？现在能下得去手了吗？我只有一个条件，放了我爹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从今日起，你与我两亲不再是兄弟。